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想深入聊聊一个，你可能也正经历的难题：学习，特别是学中文这种，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，要怎么才能一直就是说保持住那股劲儿呢？很多人开头都热情高涨，但坚持下来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们手边正好有份资料，来自一个中文播客的对话记录，正好就探讨了这个问题。里面有2位学习者，小贝和小兵，分享了他们各自保持动力的心得和方法。有些想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是的，我们的目标呢，就是从这些真实的分享里，为你提炼出一些，最有价值的策略和视角。不只是告诉你该怎么做，更想和你一起探索这些方法背后的逻辑，看看哪些能真正触动你，帮助你找到持续学习的力量。尤其是在感觉快要放弃的时候。听起来很有必要。对话里确实有一些生动的比喻，像是怎么吃掉一头大象，对，还有怎么每天放一块砖。这些说法背后其实是应对学习挑战的智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看看能不能从中为你挖出一些保持动力的真金白银。好，对话一开始就抓住了核心。动力的源头在于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学，没有这个为什么，学习就像在大海里漂泊，特别容易迷失。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学习中文那个最根本的、最能让你在困难时咬牙坚持下去的理由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非常关键。对话里展示了2种驱动力的典型，一个是兴趣驱动，一个是目标驱动。小贝呢，就是典型的兴趣驱动，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中国的古装剧。古装剧。对，他学中文的直接动力，就是有朝一日能不看字幕听懂那些台词。这种动力是源于内心的热爱，是一种内在驱动力，它能带来及时的愉悦感，比如每听懂一句台词，都会觉得哇，很有成就感。我理解。这跟小兵的情况呢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看起来算是更像是目标驱动，或者说更受外部目标的驱动。是的，他学中文可能是为了工作晋升，或者为了实现某个长远的个人规划，是吧？对，他会设定非常具体、有挑战性的目标，比如1年内通过 HSK 某个级别拿到证书，去申请更好的职位。小兵这种想法呢，就更像是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灯塔。这个目标很明确，能提供方向感，还有一种可能有点不得不完成的压力感。这是一种外在驱动力。他甚至会把目标写下来，贴在比如说书桌前，作为一个持续的提醒和鞭策。这么说来，这个动力的性质本身就很重要。一个是我想要，因为我喜欢；另一个是我需要，为了达到某个结果。对话里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合点，就是说把这2种动力结合起来。是的，这可能是更有效的方式。你可以有一个像小兵那样长期的灯塔式的大目标，它给你方向和意义。但与此同时呢，也要像小贝那样，在学习路上找到能持续带来乐趣的路边小花儿。路边小花？对，比如设定短期目标，这周学会唱一首喜欢的中文歌，或者看懂一集简单的动画片，这样长远的目标提供了坚持下去的理由，而短期的乐趣呢，就让这个过程不那么痛苦和枯燥。有道理。所以关键可能在于审视你自己的动力构成，你的为什么是更偏向内在热爱，还是外在需求，或者2者都有。理解自己动力的来源和性质，或许能帮你更好地调整策略，对吧？没错。当你感觉疲惫时，是提醒自己那个长远的目标更有用，还是找点有趣的事情来重新点燃拍热情更有效？这是你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去思考的。好，明确了为什么之后，下一个挑战就来了。很多人的目标可能很宏大，比如我要和中国人无障碍交流。这个目标很吸引人，但就像对话里说的，它太大了，像一头大象，让人一看就觉得无从下手。对，很容易滋生畏难情绪，甚至可能就直接放弃了。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，被一个大目标压得喘不过气？
吃掉大象的比喻确实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困境。那么怎么吃呢？对话中的建议是关键一口一口地吃。学习也是这样，要把宏大模糊的目标具体化、步骤化。比如流利交流，可以先分解成几个核心能力：词汇量、语感掌握、听力理解、口语表达。然后呢，分解到这一步，好像还是很大呀。对，所以还要继续分解。比如词汇量，再分解成每天掌握10个新词汇；听力理解分解成每天听15分钟中文播客，尝试抓住大意；口语表达分解成每周和语伴练习半小时特定话题。明白了。关键在于把目标分解到你可以轻松开始执行的每日最小行动单位。对对，这让我想起学乐器。你不会一开始就想着我要演奏协奏曲，而是专注于今天的音阶练习或者这几个巧节，对吧？正是这个道理。专注于完成眼前这个小任务，而不是被远方的那个大象吓到。对，完成这些小任务能带来及时的成就感，这对于维持动力至关重要。你每天的关注点变成了今天认识这10个新朋友、单词，或者听懂了这个播客片段，而不是那个遥远又沉重的流利交流，这在心理上是巨大的减负。这个对话里还有一个每天放一块砖的比喻，我觉得也很有力量。是的，这个比喻强调的是积累和复利的力量。每天放一块砖，看起来微不足道，进步似乎很缓慢，但关键在于每天，只要持续不断，哪怕每天只进步一点点，1年、2年后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这些微小的努力累积起来，已经为你盖起了一座坚固的知识房子了，对吧？对，它提醒我们不要轻视每一个小步骤的价值，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这两个比喻，一口口吃大象和每天放一块砖，确实能有效降低我们面对大目标时的那种焦虑感。但现实是，总会有那么几天，我们就是什么都不想干，别说放砖了，可能连工具都不想碰。对话里也提到了这种低谷期，这恐怕是每个学习者都无法避免的吧？绝对是，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动力有起伏是完全正常的，生理和心理现象。关键不在于如何彻底消除低谷期，而在于如何在这些时候进行一种策略性调整，避免完全断裂。策略性调整，具体是使什么呢？听起来有点……对话中的建议，我觉得可以总结为降低预期，保持连接。当你状态极差，完全不想学习时，别强迫自己完成原定计划。可能原计划学1小时，那就告诉自己今天只学10分钟，甚至5分钟。这么少也行？原计划背20个单词，那就只复习5个旧单词。核心不是完成多少量，而是维持学习这个动作本身。也就是说，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做一点点，也比完全不做要好。对，就是说，甚至可以完全改变形式。如果连书本都不想打开，那就听一首中文歌，看一段之前喜欢的中文短视频，或者玩一会儿中文学习小游戏。目的是保持和中文的接触，让学习的引擎不要完全熄火。像对话里说的，像给一盆花浇水，今天没精力施肥修剪，但至少要给一点水，维持它的生命。这里的关键是保护那个学习习惯的火种。我明白了，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关怀，不是在状态不好时苛责自己，哎呀我太懒了没用，而是用一种更灵活、更有弹性的方式来应对，允许自己放个小假，但不是完全停摆。下次再有这种感觉时，也许可以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今天就轻松一点，听首歌或者复习几个最简单的词儿就好。避免了那种要么全做，要么全不做的极端思维陷阱。正是如此，这种灵活性能让你在低谷期之后更容易，重新回到正轨。我们聊了目标设定和应对低谷，这些都比较侧重于，意志力和策略。但学习过程如果一直很枯燥，纯靠意志力也很难长久，对吧？是的。对话接下来就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，如何让学习变得有趣，把学习从任务变成乐趣。的确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也是最持久的动力缘由之一。对话里的小贝就提供了很多很棒的例子，
核心就是把学习融入到你本身就喜欢做的事情里去。他喜欢做饭，就去看中文的烹饪视频。哦，这个有意思。对，一边学做菜，一边学相关的词汇，比如切丁、翻炒、少许盐，这完全是寓教于乐。还有他看动画开始学中文，这个方法听起来适合初学者。是的，像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或者《大耳朵图图》这类儿童动画片，对话通常比较简单，语速也慢，画面又能辅助理解。还有听中文流行歌，比如周杰伦的歌，跟着旋律哼唱，然后去查歌词，理解意思，试着唱出来。当你能完整的唱下一首中文歌时，那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烈的。对，肯定很有成就感。这些方法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，让中文成为你生活和爱好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个独立枯燥的学习任务。小兵虽然说是计划性学习者，但也提到了一些增加趣味性的方法，比如游戏化学习。这个概念现在很流行，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？游戏化学习简单来说，就是把游戏的设计元素，比如得分、升级、闯关、排行榜、徽章奖励什么的，应用到学习过程中。很多背单词的 App 就是这样设计的，你每记住一个单词，就像打过一关或者获得积分。这种方式利用了人喜欢挑战、竞争和获得及时反馈的天性，让原本可能枯燥的记忆过程变得更有趣、更有驱动力。听起来不错。除了 App， 小兵还多次提到了要创造中文环境，这也是一种让学习自然发生的方式。比如把手机、电脑的系统语言改成中文，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不习惯，但你会不知不觉地反复接触到设置、文件、保存、取消这些高频词汇。或者更进一步，在家里常用的物品上贴上中文标签，比如在冰箱上贴冰箱，在镜子上贴镜子。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视觉输入，加深记忆。听起来，无论是结合爱好、游戏化学习，还是创造环境，核心都是找到适合你自己的、能让你乐在其中的方式。关键是要去尝试，看看哪种方法最能点燃你的热情，让学习中文的过程不再是负担，而是一种享受。完全正确，找到乐趣是让长期坚持变得更容易的关键。好了，我们谈了内在动力、目标分解、应对低谷和寻找乐趣。对话最后还强调了两个，看似基础但影响深远的因素：习惯和环境。这两点往往容易被忽视，但它们是巩固学习成果、让努力不白费的基石。先说环境吧，对话建议首先要关注你的物理学习环境。你通常在哪里学习呢？如果像小贝那样，有时在沙发，有时在床上，注意力很容易分散。是的。建议是尽量创造一个固定的、专门用于学习的学习角，不需要多豪华，一张整洁的书桌，一把舒适的椅子就够了。关键在于这个空间的专用性。对，形成一种仪式感。当你坐到这个位置，你的大脑就接受到信号，现在是学习时间了。同时要主动排除干扰，尤其是手机这个最大的注意力杀手。哈哈哈，确实是。能显著提升学习效率和专注度。除了物理环境，对话还提到了人际环境。是的，也就是学习伙伴或社群的力量。找到语伴或者加入一个学习小组，好处很多，可以互相监督、打气，在你懈怠的时候拉你一把，可以一起练习口语，模拟真实对话场景，还可以分享学习资源和心得，交流困惑。有人同行，学习的道路会感觉不那么孤单，也更有动力坚持下去。环境和人际支持都很重要，然后就是习惯，特别是对话里提到的温故而知新。这句古话我们都听过，但它在语言学习里具体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温故而知新出自孔子，在语言学习中，它不仅仅是复习旧知识那么简单。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强大的机制，叫做遗忘曲线，由德国心理学家艾宾豪斯提出。简单说，我们学到的新信息，如果不复习，会以非常快的速度被遗忘，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天内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感觉自己像猴子掰玉米，学了新的忘了旧的，特别挫败。完全正确，这种挫败感是学习动力的巨大杀手。所以规律性的复习不是可选项，而是必需品。
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住，更是为了激活。通过复习，你把那些储存在大脑里但不活跃的知识点重新调取出来，加深连接，让它们从认识变成掌握，最终能够灵活运用。这才是知新的含义，在原有知识基础上产生更深的理解和应用能力。哦，这是通往流里的关键引擎。那应该如何有效的复习呢？有什么具体方法吗？可以借鉴艾宾豪斯遗忘曲线的原理，在学习新内容后的关键时间点进行回顾，比如第1天、第2天、第4天、第7天、第15天。每次复习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几分钟、10几分钟就够，关键在于及时和重复。更重要的是，把复习本身变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。比如每天开始学习新内容前，固定花10-15分钟快速回顾前几天的内容。这就像给你的知识大厦不断加固地基和承重墙，确保它稳固，能支撑你继续向上干。明白了，复习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让之前的学习真正沉淀下来，变成你能力的一部分。好了，我们沿着这份对话记录，深入探讨了保持中文学习动力的几个关键层面。首先，要深入理解你的为什么，区分内在和外在动力，并尝试结合它们。其次，要学会化整为零，用吃大象和放砖头的比喻来分解目标，减轻压力，积累进步。然后要正视并学会应对动力低谷期，采用降低预期、保持连接的灵活策略，善待自己。对，同时要积极寻找乐趣，将学习融入爱好和生活，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。最后，不能忽视环境和习惯的力量，有意识地设计学习空间，利用社群支持，并把温故而知新，也就是科学复习，当作巩固成果、激活知识的关键习惯。是的，我们今天聊了动力类型、目标分解、小步快跑、寓教于乐、游戏化、环境设计、社群力量以及科学复习，这是具体的策略和概念。希望通过这次拆解，能为你提供一些在学习路上克服倦怠、保持前行的实用工具和思考角度。对，这些策略听起来都很有道理，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实践，对吧？如何在你的具体生活中找到最适合你的组合和节奏？这也引出了我想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维持动力的方法，但或许最核心的一点在于接受动力本身就是波动的这个事实。与其追求那种永不衰减的热情，不如学会如何在动力的潮起落中保持对自己的耐心和理解，灵活地调整策略，与这种变化共处。也许这种与自身状态和谐相处的能力，才是最终极的动力保鲜秘诀。这个问题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值得你在学习的旅程中慢慢探索和体会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希望这次的探讨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知识。我们下次再会。